在这座大山的山脚下，我们发现有5栋房子在这里，公路已经通到了家门口，但是看去好像已经没有人居住了啊。我们今天进去实地看一看，到底还有没有人居住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进来这条公路啊，两边的这个杂草都已经盖住了，所以基本上是没什么人在这里了。那么咱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这几栋房子啊，看边上的这个母猪藤，我们这叫，都覆盖的到处都是，包括这个房屋的院坝，是吧？也都是杂草丛生。我呢把车停在这一栋房子的院坝，然后再上去呢，给大家看一看那几栋房屋啊。这一栋房子呢，基本上没啥用了，它整个上面的所有瓦片呢都已经坏掉了。这个房子看起来好像还挺新的，但是没有人来打理哈。然后这些门呢都是打开的，里面也没有任何的东西。但是虽然说上边已经整个瓦片都烂掉了，但是这个下边的这个木料这些看起来还挺好啊。哇，这个这么好的环境废在这里挺可惜的啊。咱们再带大家到上边这几栋房屋去看一下。这整个房屋大家看一下啊，非常的美观。那么几栋房子呢，就是建在这个山脚的下边。看一下啊，这里一共有5栋房子，不知道有没有人还在这个家里居住啊？那么你看这个房屋之间的这些间隙啊，也都是杂草丛生。这里呢，看到有一些南瓜藤。那么这栋房子看起来还挺好，咱走过来看一下啊。这是他们家的院坝。那么这边呢也种有一些南瓜。这个房屋呢，咱们可以看得出来也是没有人居住啊。那么它是3间的一个房屋，1层半啊，1层半2层半吧。这个房屋算是2层半。然后这个是房屋是关着的。那么这个房子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经过改造过的，包括这个房屋这个外墙的这个油漆是吧？应该是统一进行改造过的。这地方还放了个南瓜，也不知道谁采来放在这里的，头都快淹掉了。这栋呢是这第2栋房屋啊。咱们再看一下上边的。这里环境确实非常不错啊，住在这个山脚下，应该是水源也是不缺的。先看一下这一栋。这些房子呢，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跟大家说，没有人住了啊，没有人住了。你看这个院坝就看得出来，有人居住的房屋呢，这个院坝不可能长这么多的杂草，对吧？2楼的话也基本上都是空的。那么这一栋房子呢，就是比较靠山的一栋了，但是非常不错呀，这个房屋挺可惜的。这个房子呢有经过改造啊，它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上边的瓦是经过改造过的。那么你像外边这2栋呢，它是这个青瓦，就没有管它。这栋好像处理过，外边那栋呢是直接没管它哈，上面整个全部都坏掉了。那么这一栋房屋的它的上边这个瓦呢，应该就是今年，看模样很像今年来改造过的，特别新，是吧？上面的瓦特别新。那么证明这个主人家呢，他是想把这个房屋给保住，所以呢把上边的瓦呢重新盖过了一遍，但是呢人还是依然不住在这里啊。这里地址大家可以看一下，铁厂镇，遵义市播州区铁厂镇的洞上村的天井组，是吧？这个就非常详细了。他们这几栋房子的这个公路修进来看呢也挺好看的，2条公路从这里绕一个弯，整个看起来非常的舒服。上边那儿还有一栋房屋没去，因为它是单独的一条路啊，我们弯过来上去看一下，
看看上面有没有人住啊。这个房子的瓦片没有改，这2栋的房子瓦片改了，还有上边这一栋房子的瓦片也是改过的。这里应该有人在家哈。吃饭没老娘？吃完了。吃完了。坐。哎呀，耶，你们这一大家人呐。来坐。坐。坐吧，就坐。你们是不是？没有，我来耍的。你耍的哦。啊。来坐。坐。吴家人等现在只有你在屋头了。都是我干的这里。你好大年纪了？87了。今年的你给我算好多岁了？你不跟他们录过去啊？我不去。你不去哈？反正现在这里是吴家就你一个人。他们全部都搬来正义门搬哪去了嘛？打工去。打工。哦。他是啥？他是大手家的侄儿房子。哦。这个是你刚刚这个是你家侄儿媳妇儿哈？哎。哦。我在他家没生过娃，我13岁那个，赶到17岁的时候我干的。你13岁就到这点了？嗯。哦。还不10年了嗦？你谈那个？是啊。精神好就行。这1天2斤米。1天称2斤米。嗯。那你不菜要洗啊？国家拿给你哈。菜呀，菜呢，哪里有就在哪里了。哪个拿给我看，像你有了就到就托给我。白菜要小，就错就是我。你贵姓呢？我是杨家姑娘。你姓杨哈？哎，杨家姑娘在罗家当媳妇。那你们那你家儿离这有好远呢？你从外面的嘛？走路走好久啊？走路啊？啊。3个钟头。要走3个钟头。哎，在这1个钟头走了河西了嘛？啊。我坐车子要不头的。哦。我说坐车子走。那你们杨家那边呢？还有些哪个人呢？阿姐呢？啊。阿姐们都是原来就跟到来的，原来都是算娘。算娘死去了，这都还有个侄儿媳妇儿。那边有个侄儿媳妇儿哈。哦，他们经常来看你吧？不轻易来。不方便。不轻易来啥子？还有个幺妹，或者是说妈出去那儿生的。哦。他跟他自己徒弟的。哦。自己煮的还是好吃点的。那肯定啦，自己做的比煮的好吃的。我看你挺开心的一天。我一天是，只要国家拿给我吃，我没哪儿动。我一天就再称2斤米。称2斤米，他们，你让他称2斤米，人家煮的样都累嘛。那水在长了也在旁边，下次长3分你就拿起。吃起又香。这水出来包秋腿。你们吃起来多少是不是？你饭干很浓。我要吃那个太多的扒出来多。你还喜欢吃干点的？哎，我吃干点。样的都累，水要长了也在旁边，下次长3分就累起来。累起来然后蒸。像你们这个菜，蒸来是再蒸来香，直接香的了。吃的是福气。他们不说你捞都捞了，这还称2斤米，还有些开玩笑，他都上来看着。我要称多才安逸啊。他说话个都吃不下去，他吃干很的。是。你一个人的话，你还拿来用这个来蒸是吧？蒸来好吃。蒸来比电饭锅好吃点哈。电饭锅比电饭锅好吃点。我这个。你一个人还拿来蒸饭？2斤米蒸起来。你蒸一次吃1天了。早上起来蒸饭。然后这哈儿了，等于是晚饭都吃的。你少不吃了噻。路上有几都开吃了干。晚上还吃不？晚上又吃完，还有饮料啊，想给拿回来饮料茶。不要。我这刚子在吃了干。我说煮面给你吃。不煮。我也是煮的面吃的。不。啷个好着嘛？不要那个客气，有哪不好的嘛？啷个好着嘛？我今天是空起手来。我要你拿那样，
我说像那么些哦，人，你走在这点，你打北就行了。你不，那个我很想去的喽。你要走你就走，啊给我熬年，他要熬年给说这是。你要点都走，他就跳下回去了吧？是，你耳朵还好得很呢。我耳朵好噻。啊，我说话你都听得懂完了。我说我的耳朵是好的。哪个卷我还是钱的。你的老伴儿死了好几年了。好几年了哈。去了也要快头3年了。那你也跟人在这住差不多也是有头10年了。头10年了。头10年了嘎。也跟在这里。没得关系的噻。我老喜欢哪一次都哪一次。没哪个敢卷我。还自由。国家他把米给我拿去的。也谈到有些人哈，讨人家款，把那给你往家饿死，像原来那都饿死哈。饿不死，美国有点钱了嘛。对。我就买一去把车子拖起回家来了。这个山脚下呢，现在总的是5栋房屋啊，但是下边这4栋呢都是没有人居住的，只有上边那个房子呢有一个87岁的老人居住在那里，而且呢就是他自己啊已经在这个山脚下独居了10年时间了。不过呀，他这个地方因为离下边的村子不远嘛，所以他也经常散步到下面村子去玩，所以说呢也不算孤单哦。这个老人呢，看起来这个精气神非常的好，他一天可以吃2斤米，你敢相信吗？每天都要吃2斤米，可见他的身体状况整个是非常好的，而且耳朵也非常好。如果说你们喜欢在这样的地方居住呢，其实还可以给老人做个伴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现在我在绥阳县的大山里啊，今天准备到这个大山上去探访一下，看一下我车子从这个毛路开上山来，开到这个位置不太敢开了，刚下过雨嘛，怕这个上去打滑的话下来不了就麻烦了。看到没有，还要翻过这个山崖口，可以看一下这里整个山上种的全部都是金银花，这里这一整片，这里有一棵开得非常的漂亮，给大家来看一下。哇，是不是啊？这个金银花是不是很漂亮？但是它这个金银花怎么没采呢？这个都已经不太好了，应该早一点提前一点采。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啊？咱们遵义绥阳县的话是产金银花的大县，所以说金银花的种植面积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漫山遍野的金银花，如果说都开了的话，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漂亮的哈。哇，走到这个山崖口来了，好凉快呀！现在我们就要看到另外一边的世界，看一下这边是一个什么风景？这个下面就是一个大型的凹槽，然后整个几边呢，全部是被这样的山包裹的，包括我这边，对吧？咱们下去看一下吧。它这个挖的这条毛路呢，其实看起来还比较平整，还可以，但是呢没有车跑，所以说呢2轮驱动的车是不敢来的。如果说是4轮驱动的那种越野车呢，是可以下来尝试一下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形啊，在上边说起来是一个山顶的凹槽，但是实际上进来之后里面也是很大的，感觉这里应该就是专门养殖的吧。我远远的看到那儿养有一条狗，我天，搞得我又不敢过去了，有点。看到没有，3、4条狗，这么远就哐哐哐的咬着，你们觉得我敢过去吗？
我就想问你们，你们看到这样的场景，你敢不敢过去？看到没有？他还想追过来，我去，他还真敢来，跟着屁股来了。说实话，1、2只狗我是不怕的，但是超过4只你就没办法了，因为他一围攻的话，你就比较惨。所以说，还是算了，不下去了，因为狗汪汪汪叫了这么久，也没见到有主人家出来，那就证明主人家是不在家里面的。你还他娘的还跟着我屁股来，你以为我怕你？我们把这个无人机飞出来一看呢，这个地形看起来相当的不错哈，住在山顶的一个凹槽位置，整个环境是非常的漂亮。我们还看到上面山腰的位置还有一户人家哈，哎，听到了狗叫声，还看到了2只大鹅，证明上边这一户人家呢也是有居住人的。到下面那个养殖户去看一下，好吧？咦，好像有人从房子边上走过来。今天这个运气真的是不凑巧，下去的时候没有人回来。哎，这下边呢也是一个老人家，他背着一个背篓，背篓里面不知道装的啥东西，应该是刚从山里面去采什么东西回来。看样子好像也是他一个人在家里啊。我估计呢是年轻人在这里搞养殖，然后呢让老人在这里帮他照看一下。因为我看到这个山崖口上啊，有很多头牛在这里悠闲的吃草，而且这里是一片野花地，哇，看起来非常漂亮。你们说我现在是该下去呢，还是该下去呢？刚刚咱们没有详细的看到这里的水源，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水源还是不小的。这个下面是真的平坦啊，这边这2个呢，都是养殖的圈，都是关牛的，应该是。哦呦，这里的野生赤梨才真的结得好好啊！这个果子这么多，再过2个月就熟了，就可以来采来吃了。哇，你这个养的狗太多喽！我说你养那么多狗哦！走，养了好不好？有5、6个狗哦。5个没6个啊？5个哈。刚刚我来都不敢来。哦哟，养好多狗。哦，养狗是为了看野猪是吧？哦。一只儿、公只儿、雌只儿都有。怪不得你养那么多狗。去年子咬5、6个公猪儿，就是这几个狗咬的。那厉害哟，这几个狗。没有，就在外面坐会儿就行了。我带的有水，就在外面坐会儿。哎，我在来调耍的，你肯定没认到。正义的。啊，正义的，这是来调耍。那我刚刚才看到你背起背兜回来。我在俺那讨娃个男的了不？哦，就带你们2个人在这里啊？小的些带娃儿读书去的。带娃儿读书哈。我看山上还养了些牛，你们养的哈？不是，我们养的关系的。我们现在没养多嘞，原来就不得了，原来是几十个哦，7、80个。原来养7、80个牛啊？原来养得多。要说是养牛，我在这那个过来拉得走嘛。不是拉得走的哦。对。你们在学校哈？你晓得学校不？我不晓得，干这里好远啊？没得好远，你晓得？最多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哈。哦，等于这里主要是养殖哈。现在应该都在这里要看野猪那些。这是我们自己装的。要下底下筋了都。都要下底下筋了哈。底下有虫子。这个喂菌牛我还得整一点，没有切到生的下底下筋。所以这里是你们的老房子吗？是租来的哦？是在这里养牛，配在这起这个棚棚。哦，老房子、新房子都在底下。哦，怪不得。耶，以前养牛啷个才赚到钱的哦哈？你晓得些？都没有赚到个啷个钱。在这来学完嘛了，又修圈，又买牛，这些不得了啊！花几十万呐！花几十万了，底下是几十杆圈了。肯定要花几十万。
你是把毛路修通了之后拉毛砖上来的是吧？啊，是了哇，是的吧？嗯，沙呀、水泥呀，全部都拉上来的。是要花不少钱，最少是要好几十万。是啊，但是养了好多年哇，种的。养了8、9年了都是。今年嘛12年10了，年，从现在起可能10年要多点了。 10年了多了，那赚到钱的噻。没有赚的啷个钱？是我以后2年才遭个病，你晓得吧？给大病，啊牛枣给大病。牛枣给大病，你听到谈没有？我没听他谈。就是遭个给大病的，把我们山东地里不是还违禁的。哦，租的哈，这些地方全部是，这都是租了，都是全部租的哈。所有这全部都租。租了好多年啊？ 2026年才买。耶，都没几年了。到了还要续租费啊？不得这里回来。那你们晓得这除了为这个牛，应该其他还有搞生意噻？还有搞啷生意个，这才上去2、3年了。才上去2、3年个得娃儿个。在徐阳是吧？真的嘛，我们那个小的他就不想做活路，也不想去那找活路做啊，他就在带人读书嘛，那个媳妇在上班。哦，儿媳妇在上班。啊，儿媳妇都上班呢，找钱来不多。他主要是养着自己呢，也赚到钱了嘛，所以耍2年也正常。是啊，我那个儿媳妇就想谈了，他说他没自己的没够嘛，等他休息2年了。对，因为这养那么多牛也辛苦。辛苦哦。你特别是修这些圈、挖这些路，我想想都起码辛苦了2、3年实在的。是了啊，那么你有天气落雨你都要出去啊。对。天气落雨你都要出去望啊，也莫吵啊。冬天比较恼火。是了啊，冬天噻再冷了，浪多牛关起又怕这个呢，年纪推不出去，这些走不动了，硬逛了都往底下追啊。都要追在底下，牛啊些都走不过来，都还得追在底下放。那他要扯，你啷个办咯？啊，就是了。那你再过2、3年的话，也要到整一去了哈。哎呀，我们这些噻，走整一就说嘛，脚也走不稳。你家的地下，坐起不敢走啊！你要出刚刚了，刚刚一出头滑，要怕摔呀。不敢骑啊，我骑过了，骑了坐起都坐家，是那根短龙来，洗脚是洗面是那根短，你鞋要跟短一到，你不敢走啊。刚刚一出了，刚刚一跺都滑，又怕摔。地板砖。是了，你不敢走啊，你去琢磨，人家坐起他服死你啊。还不如就在老家这点哈。是了啊，我宁头在老家嘛，我都出刚刚出去干嘛，我都出来做了。那你出刚刚都不行呐。你想去干哈儿不行。这坐起都不想走，坐起凉快。休息下子你忙了嘛？休息下子一会儿没有饭了吃得走啊。咦，我都要走黄杨那边走哎。你都要走黄杨头啊？应该要走黄杨，因为我要走正安走。正安嘛，都在太边的了嘛。你们都熟悉哈？我都是那边的人了啊。哦，你是太白的啊？哦，怪不得。那我走了，老娘。我们整点东西去哦。饭吃得走不是，走嘞。哎，好。这个阿姨的儿子啊，也是那种非常能干的年轻人。这条毛公路挖过来呢，也有3公里左右的一个路程。还要拖那么多的水泥砖过来，新在这里修房子，租了这一大片的荒山土地，然后又修那么多的牛圈，又修了住的房子。他这种实干精神啊，是值得很多返乡创业者学习的。看到我身后这个大峡谷没有？这里是遵义市绥阳县太白镇的龙门峡。整个峡谷的高低落差最高处有1000多米啊！在这个峡谷的一处崖壁上啊，还挂着一条挂壁天渠，据说是当地人花了40多年才修建完工的，非常震撼哦。这一条水渠呢，叫做连光水渠啊，它跟这个红旗渠啊、大发渠啊，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都是花了很长时间才修建完成的。它的主渠长就有14.8公里啊，支渠呢更是不计其数，灌溉区域覆盖38个村民组，灌溉面积呢5000多亩啊，非常的厉害。水渠呢分为3期建设而成，从1972年开始呢，陆陆续续建设了40多年的时间。今天因为是我一个人呢，我就没有办法带大家身临其境了。整条水渠我们要从外面走到里面的话，来回可能要到4、5个小时。
来行走这整条水曲呢，你可以经过一些川洞，经过一些洞中瀑布，经过一些幽深的峡谷啊，非常的漂亮。在这个水渠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峡谷的风光。所以说，有机会的时候，大家可以组织人员一起到这里来感受一下这一项特别伟大的天险工程。在贵州深山的峡谷深处，我们发现有一户人家。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半山腰，大家可以看一下峡谷底部那里，看到房子没有？那个就是居住人的地方。整个这个地方的环境非常漂亮。这个电线呢，就是拉下去给他们照明用电的。走吧，咱们下去探访一下。咱们这边的大山就是那种望山跑石马。你看，我们眼睛看着这个房子，跟我们的直线距离可能就是几百米吧，应该不到1公里。但是实际上走路呢，可能要走2公里左右啊。这个路真的是挺滑的，它这个泥巴呢，好像是那种黄泥巴，所以说你踩上去呢，非常的晃，一不小心呢，可能就要摔一大跟斗。走这种不怎么经常走的这种路呢，不管是上坡下坡，都会有汗。
下坡呢是吓得出汗，上坡呢是累得出汗，两种都要出汗哦。看到房子没有？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下到峡谷的平处了，没有刚才那么陡了。这里有一棵野桃树，上面的桃子都熟了，但是我这儿不好过去，算了。我们已经看到人居住的地方了，又是为了几头狗，我的天！听到这个狗声我都有点怵。这个地方大家看一看，真的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啊，风景如画。这水不小哦，哇，这水好舒服。你们说这种地方爽不爽？太爽了啦！没人在吗？这是在这里养蜂，看一下这里这么多箱的蜜蜂，然后这个坝子这里呢有好多的这个烧鸡，上边呢放了有一些对儿，有一些好像是药材，这个好像是药材吧，咱也不认识哦。我看看，先从这里走下去看一下哈，因为整个下边的视野比较开阔一点。不要咬哦！我走耍呀，谁？你说哟。啊，你住这里哦？啊，下边的房子有人住没得？下边没得哈，就是你住这里哦。哦，我就下来耍呀。你养好多蜂子哦？没得好一点。啊？我养了10几桶哎。还有10几桶。你还喂的有些啷个啊？还喂的有些牛啊？喂羊子。哦，喂的有羊子啊？哦，喂了不少，你看这都是羊圈。我晒的酱料都打车。哦，你晒的得了打噻，要落雨的哈。你想去弄啊？我下去转一下就上来。下来之后，大家看到没有？这里这一片地真的好平呀。然后这些玉米、这些黄豆，都是应该是上面那个叔叔他们种的。因为这个房子呢，他已经跟我说没有人住，对吧？但是呢，我想走下去看一下，因为这个房子看起来还比较大。不是有一些朋友特别想隐居吧？正好给你们详细的看一下没有人住的这个房子，就适合隐居。因为这里整个地方在这个峡谷的深处，看一下吧，我从那儿下来的，然后整个地形就在一个峡谷底部，非常的美，水源也很好哈。就是交通不方便一点，要步行下来，大概走个40分钟左右就能到这里。那么喜欢隐居的人肯定不在乎这个，对吧？走下来也没有关系吧。这种峡谷深处真的是非常的幽静啊！你在这儿没有谁来打扰你，是吧？过那种特别清静的世外桃源般的这种隐居的生活是非常舒服的。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房子的位置了，看一下这个控制的房子啊。从空中看的时候，整个房子看起来比较大气，非常的舒服啊。房子也比较大，它这个边上是这种厢房，门前是小溪，对不对？这下边呢还种了好多的玉米，这个估计也是上面那个叔叔种的，他挺厉害呀，这种的玉米可不少。咱们来参观一下这个房屋啊，这个是2层的，看到没有？上边可能都是可以住人的。这边呢，它是一个厢房，就是它这个相当于是一正一邪吧。整个这些地方呢都是杂草丛生哦。然后这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是放大磨的，就是以前咱们磨那个粗粮呢，就会在这上面磨。那这儿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老物件，像这几个桶呢，咱们叫黄桶啊，黄桶就是装粮食的，纯粮食的，上面再盖一个盖板呢，就把粮食关在里面，可以预防老鼠，这些都是一些老物件。然后这里整个是3个房子啊，就这里这一片的话，实际上是3栋房子。这个房屋呢也是都烂了哈，好像这个房屋都不能住人了，都烂的比较厉害了。
你像这个地方的话，以前应该是3家人住在这里哈，3栋房屋，现在全部都废弃了。以前还挺热闹的是吧？现在整个呢就是丢在这个大山里，已经没啥用了。这个房屋呢，基本上你要再住人呢也不大好住了，因为整个上边的瓦片都已经全部烂掉。那么一旦下大雨的话，这个房屋内部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水滴下来，所以说呢，基本上也人来住也不太现实了。因为假如说真的还要来住的话，可能你还要花很多的功夫来进行翻新哈。所以说呢，住人已经不太适合了哈。刚从那个房子那儿回来，现在下大雨了，赶紧去那个大叔家躲一会儿雨。大雨来喽！赶紧走2个躲雨！哎呦，好大！哎呀，哎，这个雨太大了！天，你为什么多狗？啊，你为什么多狗？看，现在不吧？哎呦，好大！还好进来了。我反正没事。你这一个人来这的吗？是。老伴儿呢？那些笼子包裹都是你种的啊？那叫大家帮帮种的种草，种那个玉种了，就在搞。要农忙的时候他就下来帮忙。平时呢上面应该是带孙子那些。你就在家里种点庄稼，然后养点蜂，还养点羊。你一个人干那么多也厉害的嘞。你有好大年纪了？应该是年轻的嘞。你说？我说60嘛。76大几？是72吧？ 72了。那你看你真的可能应该是比常人要稍微年轻点儿。别人是不是那个说的？可能是跟你天天来这里干活儿有关系哦。是呀。下几年他在不吹了哦。下几年不吹了哈，每天又跟那些羊子那个跑啊，又干那么多庄稼呀。你们这儿原来有几家人咯？原来4、5家。4、5家哈。赶搬走了。你们家的山林那些要把多哦。后山喽。啊。后山你去这个路是比较过来。去我这边摊儿上。都是你的？有好多亩啊？有400多亩荒山。我就晓得你们这边每家每户都不少。刚刚下大暴雨啊，在大叔家躲了一会儿雨啊，然后现在没有下雨了，我现在已经回城走到半山腰了，跟大叔聊了很久。后来我才发现咱的录音设备坏了，跟他聊天的整个过程都没有声音，气死我了。这个大叔现在已经72岁了，我的天，72岁，他整个人看起我感觉就像60岁。真的，天天在山里干活的人真的不一样啊，显年轻。他养了20桶的蜜蜂，又喂有20多只羊，然后呢又种了有10亩左右的玉米。哇，真的是挺厉害的，一个人干了那么多的活。大多数时间呢都是他一个人留守在这里，然后他老伴呢因为要到桐梓县城去带孙子嘛，所以说大多数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这里啊。然后这个大叔呢，他们也不是原来就居住在这里，大概是60多年前搬到这里的。他跟我说呢，他几岁的时候，大概就是59年、60年那个年代呢，因为他们自己住的地方饿饭比较严重，就是没东西吃嘛。然后这里呢是他的外公们住在这里，用他的话说的话，就是那个时候他都差点饿死了，才没有办法搬到这里来跟着外公住。这么一住呢，就是60多年，所以现在呢就一直居住在这里。当然呢，现在他的小的他们早就在城里面去居住了，只是他呢可能舍弃不了这个地方，留在这儿呢做一些种植，做一些养殖，每年呢还可以赚一点钱，我觉得是相当的不错的了。你看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看起来就非常好，对吧？70多岁了，看着就像60岁一样。看到没有？这就是山里的天气，这边都是白云飘飘。然后我头顶一朵黑云，这个雨就是从这朵黑云落下来的。你说这朵黑云，你赶紧走行不行？就飘在我头上，真的是气死我了。
搞得我全身都快湿了。我就在这儿等，我看你过不过去，要不然我一直走的话，他跟着我走，我要得淋到上面去。我在这等他过去了之后，我再走。很多朋友经常问我，你们遵义什么地方适合避暑，什么地方适合搞大型的种植和养殖？今天我就跟你们综合推荐一个地方，那就是遵义桐梓县的黄连乡。为什么这里又适合避暑，又适合搞大型种植养殖呢？听我一一跟你们说来。现在我是站在这边的山梁上，你们看看这里离蓝天白云多么的近，这个地方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这儿呢就是我们的黄连乡了。你们看一下整个四周，你们看到了什么？是不是地广人稀，整个都是森林覆盖，完全看不到有人居住，对吗？但不要慌，我先跟你们讲避暑。黄连乡这里的海拔是1400多，是非常适合避暑的地方。现在已经是夏天最热的时候，但是在这里啊，根本就没有空调一说，人家风扇都懒得开，为啥呀？太凉快了，是吧？如果你到边上的这些山顶上呢，它有1600、1700。在遵义来说呀，你要让我推荐避暑，我肯定是推荐这里。首先这里非常凉快，第二一个周边好玩的地方也是非常多。到我们的龙门峡这个峡谷啊，只有10公里的路，旁边就是大溪河的这个乡村旅游景区。再往下边走呢，有一些峡谷漂流，可以到山林里面去探险探秘，可以去原始森林，还可以去湖南洞里面钻洞，里面就更加凉快了，是不是？所以说在这里呢，除了避暑，你还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可以去做。那么在这里避暑呢，也是非常实惠的。如果说你住这些民宿，他们的价格呢，大概就是40、50块钱、50、60块钱了。如果说你要包月呢，可能价格就更加便宜了，是不是？那么如果说你准备每年都长期在这里避暑，有买避暑房的一个需求，人家这个地方呢也有配备啊，但是价格有点贵，好像是4000多一个平方吧。第二一个，咱们讲创业，为什么讲黄连乡是比较适合种植养殖创业的？因为这里地广人稀。你们猜一下黄连乡的面积有多大？给你们3秒钟的时间。有197平方公里，没错，你没有听错，一个乡的土地面积有197平方公里。什么概念呢，朋友们？平原地区可能一个县的面积都没有197平方公里吧？那么197平方公里的地盘上有多少人口呢？只有11000多人。我们贵州很多的乡镇呢，大多数都是2、3万甚至5、6万的人。那么这里呢，只有11000多人，而且有4000人左右是在外面流动的，也就是说，长期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只有6、7千人。所以在这里，普通人家很多都是几百亩的山林和土地，有多的甚至达到1、2千亩。所以说，你们想一下，在这个地广人稀的地方，是不是非常的适合去搞种植和养殖呢？这里的海拔呢，从600到1900多不等，在1400海拔以上呢，大多数都是方竹啊。这里呢有方竹比较大的一个产业。那么1400以下呢，就比较适合种植和养殖了。因为有很多朋友啊问我什么地方适合种植养殖，这个地方是不是非常的适合？你们从黄连乡这个中心点往周边看，是不是到处都是山林？峡谷深处这些地方就是适合种植和养殖的。在这些峡谷深处啊，它是不会缺水的，因为这里整个山上都是高山，对吗？水源保证非常的充足，所以你在这个峡谷里面，不管是干啥，那个水源都是不缺的。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这里呢，因为它地广人稀，所以你要去搞养殖，去协调就非常的方便。你协调个2、3家人呢，可能人家就有1000多亩了。你在这个人口居住比较多的地方啊，可能这1、2千亩的地呢，可能有几十户人，甚至更多。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去协调就不方便。所以说你在执行的过程中呢，就有很多的麻烦事。所以我跟大家说，这里既适合避暑，
又适合在这里搞种植养殖的创业。而这个地方的交通呢也是非常方便的啊，它离重庆呢就190公里，离我们遵义市区呢就120公里，而且从黄连乡到这个高速路的路口呢，也就是20来公里吧，大概就这么远。你不管是种植养殖，其实你都可以对接到重庆去。所以说整个销路呢，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啊。就目前的情况呀，每年重庆大概有1000人左右在黄连乡这里避暑，所以说这个呢也是大家拓展销路的一个好渠道。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但是你们想来这个地方来考察种植养殖呢，我的建议是你到黄连乡那儿多住几天，然后在周边的这些村庄呢多去转转，我相信你们呢会找到适合你们做事情的地方，好吧？大家好，现在我在我们遵义绥阳县的大山里啊，路过这里呢，仿佛看到对面山上有人种地，那个地方呢好像是与世隔绝一般哈。我打算用无人机飞过去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来看一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我说的那个村庄呢？这个下方呢是几条峡谷交汇，下面有一个水库啊。那么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去，在这个大山的山腰的位置，看到吗？那个地方有人种了一片地，看着好像种的是玉米，不知道大家眼神好不好啊？反正我判断是玉米。那么从我这里飞无人机过去的直线距离啊，应该在4到5公里左右。我们今天就挑战一下啊，飞过去看一下这个特别隐蔽的地方到底有多漂亮。哇，我们无人机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飞到这个地方。大家来看一下，这里是住在山腰的一个村庄，好像还有好几户人家居住在这里，边上都种了好多的玉米。哇，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隐蔽啊，没有地方可以来到这里。大家看一下啊，后面都是连绵的高山，前方呢又有一些峡谷，又有一些崖壁，最下方呢是一个大型水库。真的，咱们从这个无人机的视角没有看到他们能够出去的一个路线啊，估计呢是森林太茂密了。他们的出山路呢可能是经过这个树林中的一些小道，所以我们在这个大视角上呢，基本上看不到周边可以出去的一个路线。那么从这个整个地形来看，以前住的人应该是不少的，但是现在呢应该都没有居住在这里啊。我估摸着留守在这里的有几户呢，都是在这里搞养殖什么的。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地方啊，好像是养那种跑山猪的，看到没有？有2头猪在这个地上吃草。我们把镜头拉进来一看，哇，大的这一头可能有400-500斤哦，非常的大，像牛一样。我们再往边上这几户人家来看一下哈，看到没有？这个山上全部是牛，目测可能有10多头，20头牛。那么这里呢，应该是有几户人留守在这里，然后在这里搞一些养殖。大家肯定有疑问，养的这些牛，养的这些猪怎么运出山呢？有可能是走山后面，也有可能是走山前面。但是不管它走哪里呢，我觉得最少都要走1到2个小时的路程才能出得去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方水库这里呢，还有一条野生的瀑布啊，非常的美。这些地方呢，可能都是无人踏足的，只有咱们无人机呢可以来欣赏一下这个美景。因为整个周围全部是森林密布啊，在这个山中搞一些养殖，无忧无虑。我们可以看到种了非常多的一些玉米，他们这些玉米种来呢，也就是主要做养殖用的，也不可能说背出山去卖啊。可以想象哈，他们这里搞的这些养殖呢，完全就是靠山吃山啊，根本不会从外面运任何的粮食或者说草料
进入到这里面来，因为你的运输成本呢也是非常高的，根本不可能去运什么粮食进来，所以种这些玉米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搞养殖用的啊。我整个四周观察了一下，根本就没有看到进入这里的小道，即使有的话，它最少也要走1-2个小时。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来到这里，所以呢，也只能从无人机的视角给大家远远的看一下。不知道朋友们喜不喜欢这样原生态的地方呢？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哦。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酉阳的石泉苗寨，这个苗寨可不得了啊！这个苗寨呢，清一色的是石姓人家，石姓人啊，素来就尚武，所以在明清时候，他们这里出了2个武秀才。建国以来呢，也出了不少大学生、研究生以及处级以上干部。这里有108户，500多口人，据说有100多人都是现在的公职干部，可不得了啊！那么石泉苗寨它所居住的地形到底有什么奥秘，会出那么多的人才呢？我们今天就用无人机的视角给大家来看一下这里的全局。看到我身后这一片弧形的崖壁没有？我要说这一片崖壁下竟然住着一个隐蔽的村庄，你们相信吗？这个村庄3面崖壁，一面江水隔断，仿佛与世隔绝一般啊！你要不用无人机飞过去的话，你根本发现不了这样的村庄。这个村寨前方的崖壁比它后方的崖壁还要高，所以住在这里是非常非常的隐蔽啊！你从后山来，你发现不了这个村庄；你从前边，你要到崖顶才能看到这个村庄。那么我们从航拍的镜头来看呢，我都找不到下这个村庄的路，因为整个四周全部是悬崖绝壁。我估计啊，他们这个村庄里面的人要出行的话，都是在江上坐船。这里整个地方啊，就像一个月亮的形状，非常的漂亮。哇，真的是佩服他们的祖先，怎么会找到这样的地方在这里安家乐业呀？而且你看，正好这个地方呢，有一大片的这个土地可以供他们种植，可以供他们生活。哎，你们说有时候是不是人与大自然的结合才是最完美的呈现？就像这个地方，如果说没有这些人在这里居住，这个地方可能会显得死气沉沉。
正好有这么10来户人家在这里居住，就让这里变得生机勃勃，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把镜头拉近了看哈，这里住着还不少人，还有几个小孩在这个院坝打打闹闹的。我都是从这个村庄对面的崖壁走到边上来，才看到那个弧形的崖壁，还看不到他们居住的地方。你们说这个地方得有多隐蔽啊？虽然说他们这里车路不通啊，但是水路是通的，经常呢都有船跑，所以说坐船出门呢还是非常方便的。假如说呀，给你们这么一片秘境之地，让你们在这儿长期居住，你们愿不愿意啊？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啊，我现在要爬山回去了，拜拜。大山里的天气真是扯淡哦，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现在我被淋得像个落汤鸡。哎呦，在百里乌江画廊一处江边的半崖上，我们发现了有几栋房屋屹立在绝壁下的半山腰，宁静而神秘。后方是绝壁，前面是江水啊。这个环境犹如世外桃源一般。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里，车子是停在上面这几户人家，从这里下来，然后还要从这个地方一直往下走呢，才能走到那个崖壁的上方。我估计他这儿呢，只能从那个崖壁上下去，应该是有小道。那么我在上边的时候问了上边住的几户人家，说是这个下边呢住着2、3户人。其实居住在这里也挺不容易的，他们要从那个地方出山的话，就是要经过这一片这个乱石岗，是吧？然后呢，再到这个上方去坐车才能出门，要么就是在这个下边坐船，不知道这条江上船多不多啊？从这个上边走下来，走到这儿呢，差不多走了20分钟，估计走到崖壁下呢，得走个40分钟，个把小时吧。这就是拉到他们下边的这个电杆。哇，这儿的风景真的是太漂亮了。我们走到这个上面看一下，那几户人家就居住在这里。你们看这个地形，他们是不是就是挂在这个半崖上的？下边就是深不见底的乌江水，整个这里的风景真的犹如世外桃源一般哦，非常的漂亮。他们几户人家的后山就是悬崖峭壁，看到没有？下边也是崖壁，然后再下边就是江水，等于几家人完全就是居住在这个半崖这里，形成了一片地。他们正好就居住在这里哈。你看，一直延绵过去到那边都是整个半崖，那么正好这儿呢比较稍微的不陡一点，所以他们出山的路就是走这边。那边也是出不去的，前边就是江水。你看这个路也挺陡的，走这儿呢垂直走爬上去，所以在这个崖壁下也是没有办法修公路啊。所以说他们几家人呢还是留守在这个地方，整个看去非常的漂亮。我们看着对面也有公路，但是他们这里没有，看着这个公路近在咫尺，其实自己是享受不到的，看到没有？因为前方也是悬崖绝壁啊，整个全部是被这个绝壁所包裹，但是面向乌江，风景确实是美如画卷啊，非常的漂亮。这个地方还真的是一片秘境之地啊，平时基本上是无人踏足，因为你们也不知道怎么来。你们知道吗？我要来到这个地方，我都辗转了好几个地方，问来问去的问了好几家人，我才问到下来的这个路啊。
这个前边已经看到第一户人家了啊，然后他们这里好像是几户人家这样并排的住过去的。你看这个住在乌江边上，相对来说地段要矮一点吧。然后他们的玉米包已经是开始干渴了，就是快要收了。吃饭没了，大哥？啊？吃饭没的？还没有。你们这下边还有几家人咯？2、3家哈。你看这杨子是吧？也没养了人多。以前应该不止2、3家可能哈。以前也是4家。搬走的。这个江是哪个时候堵起来的哦？这堵的30多年了。都有30多年了。以前没堵的时候，应该要挨下个好多哈。这东门这现在可以搬。都可以办了。啊，都可以搬。咦。啊，以前不是100-200米高啊，这平挨都。贵姓呢？姓杨。姓杨。几家都姓杨啊？老祖先也在这儿住了好多年了。老祖先100多年了，他至今搬来。那你在家里面主要就搞养殖哦？养殖嘛，是在做市场你养殖不到，你背不到给人家吃了啊。是。啊，你这个房子是啷个干的呀？我看还是水泥砖背下来的呀？水泥是赶紧是从河里背上来。哦，从船拉到河里面背上来，然后自己打砖。直接打砖，打起水去打。哦，怪不得，我就看你们这里整平房肯定都是自己打的那种砖。你就养几个牛啊？10个。10个。这个江里面经常有船跑吗？也。那你们出去也是坐船？啊，我们出去这。这上面的路基本上不啷走了哈。走的少。走的多。这些走路。走的还是多。他们这下边这几家都搞有点养殖哦，都是搞养殖的。我靠，这边我有一个大狗，我都害怕。都是喂牛的。咦，他们下边这几家人在这儿住的时间不短了。你看这边都是土墙，然后说是那边哪儿有个山洞，我准备过去看一下哈，看能不能找到那个洞穴，稍微看一眼。这地方感觉走这儿过路都有点危险了。看这个就是土墙啊，这已经都倒了。这儿是2个最原始的、最古老的这个土墙房，上边盖的都是那个茅草，整个土墙已经看去摇摇欲坠了。但是你们要相信，这2个土墙房在这个地方已经屹立了100年之久啊，只是现在没有住了，这看起来可能快倒了。但如果一直住的话，它可能会住很久很久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宅基地啊，就是以前有房屋的。这边过不去了，咱就不过去了。然后那边都是悬崖峭壁，这些土地呢，也都是他们这边这几户人家种的。你还别说啊，他们这儿把这个土全部包起来，用石砍。我看这个种的玉米还不错哈。虽然说这里石头比较多，但是他把那个土给包好之后呢，种的玉米看起来那个个头也还可以啊。走到这边去转了一下，朋友们，我们从空中看的话可能不大，但实际上这个半崖这一边过去有好几万亩。那么他们现在只有3家人住在这里，以前的话有10多户。我们算一下，10多户有几万亩地的话，也是完全够养活这些人。那么现在只有3家人呢，这个土地资源就更加的丰富了。可以看到他们很多的地呢都荒废了，没有种，只是种了一少部分。那么这3家人呢，这边这一家呢，他们是2夫妻，有3个孩子。
第二家人的孩子就更多啊，有4、5个，但是他们人太多了，我就没好意思进去打扰。他们这儿出行的话，其实也还可以的，走上去的话可能是半个多小时，但是如果有更重要的东西要运啊或者什么的，就可以从江边坐船，那么走到江边呢也就10来分钟，其实交通也还可以的。整个这个地方真的是那种风景如画般的感觉。我们看到这几户人家的左侧呀，这边有一个洞穴，这个洞穴里面还有很多股的这种冻泉水流出来，看起来非常漂亮啊。我感觉单凭这个洞穴这里啊，稍微打理一下都有可能变成一个小小的景区，确实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朋友们，假如说给你们一个这么漂亮的地方，只是交通呢不太方便，你们愿不愿意来居住啊？我保证，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来羊皮洞，因为前面几次来呢，没有拍到我特别想要的那种影片。前2天呢，正好这边下大雨，我感觉今天的水流量可能是正好适合拍摄。走，今天已经放晴了，但是这个路面呢，看着还有点湿滑啊，所以说应该这个水流量是比较大的啊。在下来的途中呢，我们看到一个老奶奶带着她的2个孙子啊。他们呢是往下面背一些矿泉水下去，在下边呢进行售卖。所以说呢，大家到这儿来玩呢，也不需要自己再备什么水了，因为到下边呢有水可以买来喝的啊。这个特别陡峭的山路环节呢，我就不过多展示了，因为已经来过好几次了，大概大家已经知道是什么情况了。还是挺累的哈，走下来都把脸上的汗走出来了，主要是紧张的吧，因为一路都比较湿滑。有没有听到这咆哮般的声音？看看这个路啊，你们敢来挑战吗？此情此景，我想吟诗一首。啊，瀑布好大，好大的瀑布，真是那种疑是银河落9天的这种澎湃气势啊，非常的壮观。今天来的正是时候，这个水流量不大不小，水呢也比较清澈，又有那种震撼之美，又有那种秀丽之美啊，非常的值得。哦，手机湿了，不行不行不行，衣服全湿透了。大家好，现在我在毕节前夕的画屋村，这里是乌江园百里画廊啊，真的是非常漂亮。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大山里啊，我现在呢每天都要喝一瓶这个赤泥原液，是我们贵州特有的一个好东西啊。今天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赤泥原液呢，是我们山里面的一种带刺的水果压榨出来的新鲜原液，所以说呢，它是无污染生态的好东西。这个赤泥原液到底有什么好处？我给大家说几个东西啊。一个呢是赤泥黄酮，一个呢是 SOD， 一个呢是 VC。这3样东西呢，它的含量都非常高。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 VC， 我们人体一天所需的 VC 大概是100毫克，而这个赤泥原液1瓶的 VC 含量就是400毫克。SOD 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吗？只要是注重养生的朋友呢，应该知道啊。SOD 是一种超强氧化酶，可以清除自由基，修复受损细胞，稳定神经系统及体内功能。除外 ，SOD 还有众多的其他作用。我们人体一天大概需要1000U 的 SOD 酶去抗衡我们身体产生的一些对我们不利的东西。那么这一瓶赤泥原液的 SOD， 你们知道是多少含量吗？是28000U 的含量。是我们人体一天所需要的20多倍，所以说喝这一瓶赤泥原液，大大超出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SOD 的这个含量，而且这个赤泥原液中含有很多种对我们人体有益的一些元素。那我们这个产品上面呢，只提出来了几种特别重要的，跟大家标在了这个上面。正因为赤泥原液它对我们人体的帮助非常大，所以在整个健康养生行业又把赤泥原液称为液体黄金。我先喝一瓶，再跟大家继续唠啊。这一瓶喝下来，我一天所需要的 VC、SOD、赤泥黄酮等等都已经达标了。而且远远超出了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标准。那么朋友们，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就是补 VC 呢，我们经常去买一些 VC 来补呢，反而这个补的效果不好。为什么？因为 VC 它要 VP 来促吸收，而这个赤泥原液中就含大量的 VP， 这个 VP 呢就会去促使 VC 的吸收，它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外包装是一盒，一盒的话里面它是10瓶。咱们一天的话，就是喝1瓶的话，就能解决我们身体所需的很多种元素啊，比喝饮料是要强很多的。那我们平时喝一些10块、10几块的饮料，其实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好处，对吧？但是喝一瓶赤泥原液的话，它能对我们身体产生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有健康养生这一块需求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然了，如果你是买来就是喝着玩，稍微喝一下就不喝了，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赤泥原液呢，它是针对本身有养生意识的朋友，长期喝这种饮品呢，它对我们身体确实有非常多的帮助。但是你偶尔去喝个1盒，喝个3瓶5瓶的呢，那其实是收效甚微的。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长期饮用的健康饮品啊。不要把它想成一个说能帮你解决现在燃眉之急的产品，不是这样的啊。如果你是注重健康养生类的一个人群呢，你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一下这个赤泥原液。而且我们这个赤泥原液呢，它是双有机产品，什么意思呢？有机原料和有机产品，也就是我们来压榨赤泥原液的这个赤泥果呢，它是有机产品。我们压榨出来的这个赤泥液呢，它也是有机产品，所以称为双有机产品。大家可以放心的喝啊，好好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
那么去喝的同时呢，去感受我们身体的一些变化。好了，朋友们，这个广告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大家也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咱们贵州的赤岭原叶。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毕节金沙的大山里啊，今天要带你们去看一个无人村，就在这个深山峡谷里面。现在是下着这个零星的小雨。那么这一条山路呢，应该是之前住在里面的村民出山的唯一的道路吧。因为住在深山峡谷嘛，类似于有点像那种天坑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它又不是天坑了，只有一边是崖壁，好像。看看这边的树林呢，都是长得比较茂密了，所以这个也不大看得清楚方位啊，反正就是往山脚下走。咱也不知道能走对还是能走错，但是往这边走好像是不对的，方向不对，应该往背面走。现在视野要好一点了，我们稍微的看一下，刚才全部都是在这个森林之中。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要走到峡谷底，还很远呢。这个大山里的路就是望山跑10码。那么今天这个路程可能是1个小时不一定能走到啊。那现在相当于是我们要走到这个峡谷去，你们想象一下有多远，真的还很远很远。走到这儿就没路了啊，估计现在下面已经荒废的特别的久了，所以现在这个路根本走不过去。你像这样的路咱也不敢走了，对吧？然后这里是这个漆树，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漆家具用的。那么这个上面都开有这些口子，这个油漆拿下来呢，就是我们最原始的做家具的。但是现在的话，好像这个漆树的这个漆也挺贵的，这个就是最原始的那种漆啊。本来今天是想走下去的，但是看来是事与愿违了。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村庄是坐落在这个峡谷的底部，那么前方那儿隐隐约约看到有个房子，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那么相当于下边一整片地界呢，应该住有几十户人家，但是呢都已经全部整体搬出来了，下边是不通路的。那像这些路的话，现在已经是成这个样子了，你说怎么走啊？走不了，所以说去不了啊。我在这个山梁上转了几圈，找不到下去的路，才用无人机从空中看了一下，哪里下得去啊？现在我还在这个崖壁的上方。这个村庄呢，它是坐落在这个中间的一个山梁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村庄啊，整个村庄是背靠大山，悬崖峭壁，前方是峡谷阻断，所以说也是没有办法才把这个村庄的整体村民呢给搬迁出来了。我们看这个地形就能看得到，我现在还在这个崖壁的上方，也就是从我站的这个地方到下面村庄的垂直落差最少还有500米。你们说我怎么下得去？我可能走2个小时都下不去，而且今天还在下着毛毛细雨。我们现在看到的房子呢，可能还有7、8栋，但是原来他们应该不止这么一点哈。整个这个里面，我估计最少也有个20、30户人居住。不过现在呢，全部都搬出来了。这个地形啊，真的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好地方啊！特别是有些朋友喜欢隐居，喜欢与世隔绝，喜欢到没有人烟的地方居住，我觉得这里就非常合适。你们要是喜欢的，可以到这里来看一下，下面那些房子你都可以免费住。居住在这里真的是不要太爽，只不过呢，就是你出山出不去啊。从这个村庄的位置，不管从哪边走，你没有2、3个小时，你是走不出大山的，因为整个周围全是大山阻隔着，而且你要翻山越岭，跨越峡谷，你才能够出得了这个大山，简直就是一片与世隔绝般的世外桃源。这个村庄的话，有很多喜欢探险的朋友，包括喜欢徒步的朋友，都是值得来挑战的。因为你下去上来最少得4个小时到5个小时，如果你要进行穿越的话，可能会更长的时间。如果你们对这个地方很感兴趣啊，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里的详细地址啊，位于毕节市金沙县太平乡金门村，而下边这个没有人居住的地方叫做石灰寨，是不是非常详细了？
你们肯定能找到这里了，对吧？不过你真的想下去看一下的话，肯定得一大早就来到这里，而且要让当地的村民带路才能下得去，否则你根本找不到路的哈。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大山里啊，是在我们遵义金顶山的北侧山脉上。那么到这里呢，去探访一户人家，就是之前我拍摄的那个49岁的单身大哥他们家。事隔1、2个月没有到这里来啊，这个山上的树林呢又长得更加的茂密了一点。我又好久没有到山里来徒步了哈，今天到这个山上来徒步一下。不知道他在家里现在在干啥，我们过去找他吹吹牛，聊聊天。上一次来的时候，这个山上长满了映山红，现在已经没有了哈。但是这个路上的草呢，长得好深啊。看这个路面，好像昨天晚上下了一点雨啊。有点湿，就是大山里面的天气的话，平的地方没有下雨，但是山顶呢也有可能飘雨啊。特别是在这个夏季呢，经常会飘那种偏东雨，就是这边下雨那边不下。哎，是，你掏哪东西啊？哦，那个大锅在外头没了，在外头的哈。嘿嘿嘿。好久没有过来了又，1、2个月哈。笨啊笨啊，他笨高吧？做，好几种蜂子哈。今年的蜂子吧又好哦。只要不旱季下雨了就，旱季下雨了不旱季干，对，就好。去年这样旱季干，我说旱季干了，简直全是没啥的。去年子这届就没得搞头哈，今年子应该不错。这个说不清楚。耶，这几种注重好吧，都要干几百斤喽。你有几十根黄白皮哈，可以刮起好几万两的黄白皮。大概也是刮近点了，可能有1、2，3、4千斤。你这根黄白皮要刮起好数的，200斤。昨晚没事，我看他养的鱼啊，你看过筑巢了哟。我过来喂鱼，那天啊，我是天干的嘛，就是你要上梁我说赶快就放在水里头不是？不是干了活了。你这儿不会缺水噻？哎，我啊有一块，你都把它累死。简直太大了。走啊，你之前多，我给太大的，那个养鱼是嘛？我出去啊，我要真的采2道啊，都没好多。咦，忽冷忽热的哈。它鱼冷起不了，鱼冷起来起码降12度还不止。这就是贵州的天气，一落雨的话就像过冬了给。好，你不是要去喂鱼吗？那个菜是不是丢那头，他又跑起过来的？现在找鸭子给我哈的，他都不过来的，他胆子没有原来那么大的。找鸭子给我哈死。那你整鸭子里头哈到，他不是要把鱼哈一样的要哈到啊？这个水深哈，那边水浅。哦哟，蹦就蹦来的。也有人来，他有点炸荒家伙哈。咦，去了好久了。这里全是烧烤到真好。哎呀，在这上来3路凉快啊！我舍不得了，就是那个乖。是啊，坐在这儿风儿吹起矮得很。不用啊，我带点水，不用倒，我带点水。等于你这个山后面过去上面整个平顶的就全部是你的了哈。今天我从这边看过来呀，这就看到你这个房子，然后看到山顶顶前面就是金顶山。上次来没注意。
你去接他来的啊？就是上次说的要走，你在那看那个。啊，我直接到那儿过去，我都要把接。你直接是搬到昨天去接他来的？我直接的噻。你咋定了？你还走啊？那个把接进来。他来看一眼，他啷个？他来看一眼，他啷个说啊？他到。你这里是叫啷个村呢？我这里金川。金陵山镇金川啊，金川村。金川。你可把它整条路带300去，到时候燕山王开了，带300可以看到金顶山嘛。看到噻。等到我今天下半年忙了之后，带你这边土地里面种片天嘛。可以噻，你种这多得很啊，我以为。直接把你后面这片山全部种了。可以噻。嗯。湖北的有一个叫他和你的，肯定也是和你联系的。嗯。他说他准备来喂猪，我说喂猪好噻。跑山猪没得问题，喂跑山猪。他不是圈呀，他来扬州的话，我种这高地的那个肥料还。我说你来还好，我说你来我们共同来打造，你就扬州我就种这，他要分几位要14。他们那种遇到他们那种来找你合作的哈，你还是跟他谈清楚，就是比如说你没得利润的时候，啥都不用给我。不用噻。哎，你有利润了，你看，你分点红给我就行了。具体分好多，我们可以看看。哎，对。但是我也不会是在漫天要价的，我看到你看到我养活，我要来占你好大的股份，那个不存在。对，那个不存在。因为在农村搞这些东西都不容易，都不好搞。现在真不管你哪个行业的风险都大。对。你的意思，他也是要想到起来搞这个燕山王开发是吧？搞5A 嘛，就不要想了。你这种地方要想搞5A景区，我觉得你先他们吹是他们吹的是啊，那个东西动不动几个亿的投资啊，这不是开玩笑的，不是说就搞得拢的，有可能说就水球了。我的意思就是你个人的话，可以有空的时候把个小道哈砍上山去，整个积起来，就砍一个小道上山去，在山上最顶的那个位置看整一个可以站人的地方，哎。就可以去了，然后到这个燕山王开的时候，那些徒步的也好，那些搞越野的也好，他们都经常走这里噻。他们慢慢的也跟你宣传一下，那就晓得了。主要是你这个地方都生意也近了，生意过来，你看从我这儿进来过来的话，都才20几公里，从高桥过来应该是才10几公里吧，20公里不到吧？不到。对啊。真的不到。高桥过来到这20公里不到，你说在遵义城市周边那么近的地方，有一片山那么好看的地方。少求车人来耍呀！它主要就是地理位置。地理位置它主要跟离市区市中心近。我前嘛我就把它在一空的时候，我就把它把油到整打出来。对。你种的这一片过来有好多亩啊？上次说的噻。反正是700亩。往你燕山河的位置都有300亩左右了嘛？差不多。你种的是1000多哈？种的是1000多亩。种的这些。你这个资源真的太好了，里面有那么多东西。反正弄了嘛，我把它一是整了之后，我都把它一整来修出来。对。到时候你来高地去实际看，你都觉得对，我都想上去看呢。我从空风镜头看了之后啊，那个地方我觉得很好，就是比很多地方都要好。它整个后面是一个麻白那过去，就是一个点点冒出来。前面是一个爪爪，站那个爪爪上，一眼就可以看到金陵山，反过来可以看到一片花，好看得很呐，真的啊。拍照都好看得很了，我想都想得出来。你到时候我跟你说嘛，真的来耍人多得很，你这搞出来，你这个景区搞出来的话，我跟你说，好吧，以后来找你要嫁给你的都多得很了。好，你都在笑我了，前期的投入还大得很了。哎，如果有个女的愿意来跟你那个一起搞嘛，就可以噻。那个完全没问题噻。明年哪个时候来开呀？燕山王。燕山王。对，就是这个时候你把它抓住，你前期就把这个路给它开上去。对。好多都打电话问我，你也不吃你也不吃了。我说哪能会弄得好哦？我说这确实有啊，有的是死的。再搞你人工，你是把它整不出来的。对。那我先走去了，不在这晒了，你也晒。可以。我的意思嘛，我说回去吃点饭。不吃饭，我下次喊一帮朋友一起来，到你这儿来搞饭吃。要。到时候我们带点东西，然后你要的正好搞鱼、搞鸡都行。没问题。之前跟他发了视频之后啊，有人想到他这里来开发牛啊什么的，反正有些人来啊，
但是我个人的建议呢是这样的，他可以自己把这个山下的路砍到这个山顶去，在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映山红开的时候呢，来这里玩的人呢，可以从这个路道跟着走到山顶。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我这一次来才详细的看清楚了这个地形，因为上一次来的时候，这个天气是雾蒙蒙的嘛，我不太清楚金顶山的这个方位。那么这一次来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山顶这一片呢，都是那个时候的映山红，而且它的山头是一个一个的冒出来，非常的美啊。特别是在前方最高的这个位置啊，它就像一个龙头一样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正对金顶山的，可以通过摄影的方式拍出很多漂亮的视频。真的，到时候这个花开的时候，我相信遵义城区的人，很多人都愿意到这里来看这个映山红，因为在遵义城区20公里范围内，没有比这个地方更好的赏花的地方了。所以这里有天时地利和人和，我相信它这个地方真的可能会火起来。包括夏天到它这里来玩也是非常舒服的，海拔是1300，现在在山上也是比较凉快的，只要你不在太阳下边晒，只要你在这个树荫的地方就很凉快。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里的详细方位，它这里属于金顶山镇。我们通过大地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右边是金顶山，金顶山山脉下面呢有个路分走，左边这里过来，顺着这个山绕上来之后呢，就大概到这个位置，然后步行绕几个圈呢，就到他家这里哈。大家如果想来这里玩的，也可以这样来玩。期待他把这里的路搞好啊！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一起到这里来看映山红，好不好，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哈，下期再见。